呵，金光善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，你们杀一人，我便屠10人。你们愿意用这个游戏玩法，我也乐得陪你们这些小辈玩玩。就这样放他离开吗？小星辰看着快要离去的金光善，不解地问道。聂怀桑拉了拉他的衣角，示意他声音轻一些。金光善全身而退早已是定局，除非生了变故，比如找到能断了他与鬼修联系的东西，薛洋给了的提示根本琢磨不透，因此此路不通。小道长，金光善身上系着近100万人的性命和不知范围的怨气爆发，此乃无奈之举。果然在场的都是垃圾。薛洋对着众人竖起了中指，最后朝着小星辰定格挑衅道：不服，都给小爷忍着。小星辰感觉自己的双滑按耐不住想要打人，自己也很想打人，要求金家处理薛洋已成为奢望，如此残暴之人，来日落单落自己手上，还是趁机了结的好。庶子无礼，此等阴险狡诈之人，真的不行吗？金光善活着，那薛洋也可以去死啊！金宗主何必那么着急离开？众人闻声望去，只见2灰头土脸的中年大汉押着一名女子来了此处。金宗主，就陪我们兄弟俩再玩玩呗。江澄听到这个声音，像是被雷击中一般，死死地盯住那个人。这个声音太熟了，不可能认错的，一定是魏无羡。魏婴感受到来自江澄不善的目光，心道不好，忘记伪装声音了。自己与江澄虽然已经分道扬镳，但是彼此对对方都太过熟悉了，自己的声音江澄必然认得出来。周云就站在魏婴身边，不可避免的也感受到了来自江澄的恶意。周云不由翻了一个白眼，探出头看着江婉银，面色不善道：江宗主，能不能收收你那爱慕的眼光？我知我兄弟模样俊朗，但也不用这样盯着我兄弟看啊，我弟弟可是有心上人的。被夸模样俊朗的魏婴仿若一个大姑娘一般娇羞地低下了头，娇嗔道：大哥，顶着一张中年男人的还带着一摞胡须的阳刚脸，做出小姑娘家家的娇羞状实打实把众人雷得分不清东南西北。哪怕是坚定不移相信对方是魏无羡的江澄也升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魏无羡哪怕再无耻，好像也没那么恶心人。难道真有声线如此想象之人？金宗主，此人你可认识？周云将金烟，应该叫白烟的女子推到了众人面前。金光善眉心一跳，思索着应对之策，不知阁下何人，竟对一弱女子这般残暴。金光善并没有迎来附和声，反而一片唏嘘声。金光善倒是忘了自己已经与这群人撕破脸，要想重新认主金家也得过几天，私下里再费些力气就行。金宗主，这位女子白烟如今改了金家姓，应该称金姑娘了，是来自昆州一带的巫蛊传人，她的巫蛊之术您用的还不错吧？周云敢如此自信地站在金光善面前，是因为魏婴在身边。魏婴虽不能用笛子御师，现在亦没有鬼将军，但是他的鬼道根本不需要这些戒制，足够保护自己了。自己也与他商量好，他的身份等金光善一事尘埃落定再恢复。所以就是这个人控制了那些鬼修吗？靠，这俩男的谁呀？聂怀桑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变化，局势因为这2个人瞬间变了。聂家与兰家反应灵敏的修士，迅速对这3人形成保护圈，只为保护那2名男子。魏婴略微懵逼地看着保护自己的兰家修士，有人保护感觉是不错了，就是有点不习惯身前挡着的人不是蓝湛。或许金宗主更认识鬼将军多一些。祁阳带着温宁从另一侧入场，高调回应着周云的问话。蓝忘机默默跟在祁阳身后，本想走向魏婴他们，但祁阳停住的脚步也让蓝忘机止了步伐，不急于一时。人群中再次引起一阵骚动，鬼将军温宁竟然被人带出来了。小星辰看着传闻中的鬼将军，浑身虽有怨气缠绕，但并无戾气，双眼有神，具有自己的神识。想来小师侄也是一个天赋极佳之人，竟能有如此惊人之作。阁下又是哪位？金光善眼神愈发阴沉，眼眸里孕育着一场黑色风暴，随时准备掀起一场修仙界的飓风。金宗主，我呢就是一无名小卒。祁阳并没有直接回应金光善的问题，金宗主现在应该就阴虎符一张牌了吧？可如果在下没记错，那阴虎符是被夷陵老族毁了一半的。毁了一半还能用吗？金光善，
你居然敢诓骗我们！金光善，劝你速速就降。人群讨伐声四起，一直都是那些话，只不过如今换了个主语，从未无限到了金光善。金光善忍不住哈哈哈大笑起来。你既然想知道我怎么用阴虎符成全你们便是。金光善取出只剩一半的玄铁，将灵力注射到玄铁中，激活玄铁里的怨气。瞬间死寂的玄铁因为注入的灵力里面的怨气活跃了起来，不断地吞噬着金黄色的灵力。怨气在空气中翻滚着，仿佛有了生命一般，迅速选择了寄生的宿主，分散着钻入不同鬼修的体内。祁阳看着四处弥漫的怨气，虽不担心魏婴，但现在暴露身份不是好事，那些人又会把责任推到他一个小辈身上。